你每天乖乖吃着降血压药，但血压却始终降不下来吗？问题可能不在药，而是在你的餐桌上。最近有医生紧急警告，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碰了某些健康食物，不但让降血压药瞬间失效，甚至可能把药变成毒药，比砒霜还危险。听起来吓人吗？千万别关掉。本期影片我们就要深入揭露这惊人的真相。高血压是现代社会的隐形杀手之一，在我们身边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血压患者，也就是说全国已有超过2亿人正饱受高血压的困扰，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，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。得了高血压，大多数人都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，否则血压失控可能引发中风、冠心病、肾衰竭等可怕的并发症。因此按时吃药降压是很多患者每天的必修课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光是按时吃药还不够，如果在服药期间饮食不当，你辛苦吃下去的药片可能白吃，甚至还会反过来伤害你的身体。不少患者感到疑惑，为什么明明每天都按时吃药，剂量也没少，可血压还是居高不下，甚至出现头晕、心悸等不适。其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，就是饮食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。一些看似健康有益的食物，其实是降压药的天敌，它们会偷偷抵消药效，让你的血压降不下来。更严重的，甚至会和药物起化学反应，让药效过强变成毒药。医生直言，很多人天天都在犯这些错误，再不戒口就晚了。那么到底是哪4种食物这么可怕？接下来我们将一一揭晓，帮助大家避开这些降压路上的隐形地雷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尤其是排名第1的食物，危害最大，千万不要再吃。首先要说的是，许多人每天都离不开的牛奶。没错，就是大家从小喝到大的牛奶，它居然也会影响降压药的疗效，这点很多人没想到吧？一位60多岁的刘大爷就是例子，他患高血压20多年，每天早晚按时吃药控制血压，习惯再喝一杯牛奶补营养。某天早上他赶时间，就直接倒了杯牛奶把药片吞下去，谁知没过多久，他突然觉得头晕眼花，心跳加速，差点站不稳。幸好家人及时发现送医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医生检查后特别叮嘱他，以后千万不要用牛奶服药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来牛奶看似温和有营养，但其中的某些成分会干扰药物的吸收和作用。首先，牛奶含有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，如果用牛奶送服降压药，牛奶里的钙离子可能和药物中的成分结合，形成不易溶解的复合物。简单说，药片在胃里被牛奶一包，变成了疙瘩，无法正常溶解释放药效，身体也就吸收不了，药效大打折扣，血压当然降不下来。更麻烦的是，牛奶中的某些物质还可能与化学药品作用，产生一些对心血管不利的反应。有医学资料指出，牛奶表面的酪蛋白等成分和某些药物混合，可能引发沉淀，导致心律不齐、胸闷，甚至呼吸不畅等症状。刘大爷当时的头晕、心慌，很可能就是因为药物没有正常吸收，反而刺激到心血管系统。因此，服用降压药期间，最好用白开水送服药物，避免用牛奶、豆浆、茶或咖啡这类饮品送药。茶叶中的鞣质会影响药物吸收，咖啡因则可能让心跳加速、血压波动，都不利于降压药充分发挥作用。特别是牛奶，留着饭后慢慢喝没问题，但千万别一边吃药一边灌牛奶，否则你精心服下的降压药可能还没发挥作用，就被牛奶冲得失去了药效，白白浪费不说，血压控制不住更是危险。接下来要提醒的是一道经常出现在餐桌上的小菜，名字叫豆腐乳。很多人都爱用豆腐乳就馒头、拌粥，觉得它既美味又开胃。有些人还认为豆腐乳是发酵豆制品，含有益生菌和营养，适量吃对身体有好处，甚至听信坊间说法，觉得豆腐乳能降血压、降血脂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恐怕未必。就有这么一位老伯，特别嗜好豆腐乳，餐餐不离。一开始家人劝他说腐乳盐分太高，对血压不好，但他不以为然，还顶嘴说什么网上都讲霉豆腐能降血压、降血脂，
不让吃这个，不让吃那个，活着就没意思。结果短短几个月后再去体检，发现他的血压不降反升，连血脂等指标也变差了。医生了解饮食习惯后直摇头，表示这都是长期吃豆腐乳惹的祸。老伯这才哑口无言，赶紧戒了口。为什么一小块豆腐乳威力这么大？罪魁祸首就是盐。豆腐乳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食盐来发酵和防腐，所以它其实是妥妥的高盐食物。据检测数据显示，红豆腐乳每100克含钠约3000毫克左右，则和食盐接近8克。即使吃一小块约10克重的腐乳，就摄入了 0.5 到 0.8 克食盐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不超过5克，而中国人的饮食中本来隐藏盐就很多，如果再额外吃几块腐乳，盐超标是分分钟的事。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钠摄入超标更是大忌。钠离子太多会造成血管壁水肿、管腔变窄，血流通过时阻力变大，血压就上去了。而且高盐环境会让血管对一些收缩血管的激素更加敏感，等于火上浇油，让血压更难控制。长期吃重咸的食物不仅抵消降压药效果，还可能使血压越来越高，诱发心脏病、中风等风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坊间所谓腐乳有降压、降脂等保健功效，其实并没有充分科学依据。腐乳发酵虽产生了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成分，但想通过吃腐乳达到降压效果几乎不可能，因为需要摄入远超日常食用量的腐乳才行，那时盐分早已爆表，身体反而受不了。在动物实验里发现的某些降压降脂作用，并不能直接套用在人体上。与其指望吃腐乳降压，不如正视它高盐的事实，以免因小失大。高血压患者千万别把腐乳当成养生食品，多吃无益，反而有害。所以高血压病人在服药期间一定要管住嘴，特别是像豆腐乳这样的高盐食物，能不吃就不吃，至少要严格限量。有专家建议，如果实在嘴馋，每天吃腐乳别超过半块。但想想看，半块腐乳够干嘛呢？干脆戒了最好。还有其他含盐高的腌制食品、酱菜、咸鱼、腊肉等等，也都要少碰，别让重口味毁了你的血压。再来看看酒精类饮品，许多人认为小酌一杯红酒有益心血管，睡前喝点酒还能助眠，红酒更是被吹捧为养生酒。不少高血压患者也觉得每天一杯红酒没问题，但是服药期间喝酒真的安全吗？事实正好相反。前阵子就发生过一起惊险的案例，武汉有位女士患高血压，某天早上匆忙出门忘了吃药，下午回家后才补上降压药。傍晚吃晚饭时，她像平常一样倒了一小杯葡萄酒助兴，谁知酒刚下肚没几分钟，她突然脸色发白，眼前一黑，直挺挺晕倒在地。家人吓坏了，紧急把她送往医院。经过抢救，总算把人救回来。医生提醒说，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前后至少3个小时内绝对不能喝酒，否则后果可能像这位女士一样严重。为什么酒精和降压药是死亡搭档？原因在于酒精本身会影响血管张力，许多降压药是透过扩张血管来降低血压的，而酒精也有扩张血管的作用，两者作用叠加，就等于猛然加大药效，让血压像坐云霄飞车一样骤然下降。血压一下降太多，大脑供血不足，人就会头晕目眩，甚至丧失意识。严重时还可能因为重要器官供血不足，引发休克、心梗等致命风险。上述那位女士就是典型案例，药物还在发挥作用，她又喝了红酒，血压砰的一下掉到谷底，直接晕倒。更有甚者，某些降压药和酒精同服，还可能让血压朝反方向异常波动。有报道指出，如果在饮酒的同时服用含利血平成分的降压药，比如早年常用的优降宁，反而可能导致血压骤然飙升，引起剧烈头痛、恶心、心悸等反应，严重时可诱发脑出血而危及生命。可见无论血压骤降还是狂升，酒精都会把降压药带向危险的极端。即使没有当场晕倒，酒精也会让降压药的效果变得难以捉摸。有研究发现，在服药当天喝酒，高血压患者24小时内的血压波动幅度明显增加，
最大收缩压可能比平时高出20毫米汞柱以上。这意味着本来药物应该稳定血压，但酒精却让血压时高时低，很不稳定。长期下来，血压的大起大落，对心血管的损伤更大。更何况，经常喝酒本身就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这也是医学界公认的事实。因此，对高血压病人而言，不管是红酒、白酒还是啤酒，都不宜饮用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就浅尝一点点红酒，不会有事吧？但是要知道，每个人的酒精代谢能力不同，有时看似少量的酒精就能引发明显反应。何况少量饮酒的保健效果尚未有定论，却确定会增加血压波动和肝脏负担。与其冒险，不如滴酒不沾。为了血压稳定，还是戒酒为宜。如果实在需要应酬喝酒，也务必避开服药时间，并控制在极少量，同时定期监测血压，确保安全。记住，高血压患者千万别把酒当什么养生良方，它不是良药，而是催命符。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水果界的隐形杀手，名叫柚子，特别是其中的葡萄柚，又称西柚。别看柚子富含维生素 C、纤维素，平时被认为是健康水果，但对服用降压药的人来说，它可能让药变成比砒霜还危险的存在。有医生甚至形容，降压药一旦遇上葡萄柚，比中毒还可怕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现实中已有多起因吃柚子导致的药物事故。前面提到的湖北那位老人就是一例，他为了多降点压，一口气吃了2片降压药，然后又吃了半个柚子，结果不到半小时就感到剧烈头晕，心跳加速，还没到医院人就晕过去了。医生后来指出，就是柚子在作怪。柚子究竟对药物做了什么呢？原来葡萄柚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，科学上称为呋喃香豆素，会强力抑制肝脏中帮助分解药物的酶。平时我们吃下药物后，肝脏就像解毒工厂，会慢慢分解药物，控制药效的释放速度。但葡萄柚一来，这个解毒工厂就被暂时关停了，结果药物源源不断的大量进入血液，等于你一下子吞下了几倍剂量的药，药效瞬间暴增，引起严重的低血压反应。那位老人吃完药再吃柚子后头晕昏厥，就是因为体内药物浓度猛增，血压骤降，引发脑部供血不足。据报道，有些降压药跟葡萄柚同服后，药效甚至可增加到原来的10倍，这是多么可怕的放大效应。难怪医生把葡萄柚称作降压药的头号天敌。更险恶的是，这种影响不是短暂一会儿而已，葡萄柚对酶的抑制作用可能持续长达2至3天，也就是说，即便你隔了1-2天才吃药，柚子的影响还在。因此，仅仅与服药错开几个小时是没用的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我早餐吃了柚子，晚饭才吃药，不是错开了吗？错，专家明确提醒，服用降压药的前后72小时内都应该避免食用葡萄柚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葡萄柚的影响不限于生吃整颗水果，喝葡萄柚汁，吃含有葡萄柚成分的食物，一样会产生交互作用。有实验发现，哪怕只是半杯葡萄柚汁，都足以让某些药物的血中浓度翻倍。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，认为只吃一点点柚子或喝一小杯果汁就无所谓。对于服药的人来说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避免摄取葡萄柚相关的任何食品。其实不只是降压药，葡萄柚与许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。截至目前，已有至少数十种药物被发现会被葡萄柚干扰代谢，包括他汀类降血脂药、部分镇静安眠药、免疫抑制剂等。就在1989年，加拿大的药理学家在研究酒精对降压药的影响时，意外发现用葡萄柚汁送服降压药的受试者出现了强烈的低血压反应，血中药物浓度远高于预期值。这一偶然发现揭开了葡萄柚与药物交互作用的序幕。此后，医学界陆续找到了幕后原因，并将葡萄柚列为服药禁忌之一。现在，许多药品说明书上都注明着避免与葡萄柚同服的警示，可见问题有多严重。因此，高血压患者千万要记住，无论柚子多么美味，为了安全，服药期间请对它敬而远之。哪怕你特别喜欢吃柚子，也只能忍痛暂时忌口，
把降压药的疗效放在第一位，不要因一时嘴馋，让辛苦吃下的药变成危险的毒药。总结一下，牛奶、豆腐乳、酒精和柚子这4样看似平常甚至有益的东西，却可能是您降血压路上的绊脚石。它们或是干扰药物吸收，或是抵消药效，甚至让药性暴增变毒。难怪您的血压老是降不下来，问题可能出在这里。如果您中招了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远离这些饮食禁忌。那么有没有健康又不影响药效的替代选择呢？当然有，比如服药用水送服最安全。牛奶想喝的话，可以隔开1-2个小时再喝。想提味，就用天然香料和新鲜食材代替高盐的豆腐乳。社交场合用茶水或无酒精饮料代替酒精。同样，爱吃水果的人可以用苹果、奇异果、莓果等代替危险的柚子。这些替代品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会干扰降压药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当然，稳定血压不仅仅靠药物，更需要全方面的健康生活方式。戒烟限酒、清淡饮食、适当运动、调节心态，都是控制血压的重要环节。在这些基础上，再配合正确服药，才能真正把血压稳稳控制住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您揪出降压不利的元凶。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正在服用降压药，一定记得避开上述4种地雷食物，守护健康，从每一口吃进去的东西做起。祝大家都能稳稳把握自己的血压，远离高血压的危害。